全校都知道，我和年级第一沈清言有个约定，考赢他一次，毕业后他就会和我在一起。可在同学都期待我们成为一段佳话时，沈清言却网恋了。他彻夜和国服摇双排，翘课奔现，成为网上的情侣博主，甚至为了考去路园的城市，故意不做数学的最后3道大题。后来毕业典礼上，有人问我，你考上了年级第一，沈清言却移情别恋了，遗憾吗？我拿着奖状摇了摇头，不遗憾，男人哪有前途重要。沈清言最近上课总是走神，被老师批评了几次后依旧没有反省。正当我想要了解下他状态反常的原因时，却见他从口袋里偷偷拿出了手机。沈清言慢慢划着屏幕，面上还时不时带着些许宠溺的笑意。看到这里，我顿时有种不好的预感。我敲了敲他的桌面，清了清嗓子，正色道：沈清言，马上要月考了，这次我一定能超过你，把年级第一收入囊中。这样下战书的话语，对我和沈清言来说再寻常不过。万年老二的我，几乎每次考试前都会这般对他进行友好挑衅。往常他只是自信地反击我不要痴心妄想，随后从我的抽屉里拿出小测卷，耐心地帮我查缺补漏。每当这一刻，平时冷淡自持的沈清言总会露出温和的神情。他似乎和我一样期待着我超过他拿到年级第一的那天。可不知为何，这一次他连眼眸都没抬起过，只是在听到我的话后，语气冷漠又不耐烦地回应道：想拿就拿去，别来烦我就行。说完，他继续低着头敲打着屏幕。初秋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打在他的指尖，我无意扫过时，好似看见他的键盘上正敲着宝宝2字，而他聊天的对象是个粉嫩的女头像。1周后，月考成绩下来了，公布牌前瞬间挤满了人。当大家看清第一行第一列写的不是沈清言3字时，都有着些许惊讶。可确认第一名是我后，人群里又不约而同地响起了暧昧的调笑声。迟晚，这次你竟然考过了沈清言，那你不是赢了那个赌约吗？听到这里，我慢慢收回还在公布牌第一名位置的视线，呆愣几秒后，略有尴尬的点头回应。我未曾想到周围同学竟然都还记得那个赌约，思及此，心下顿时有些慌张，但更多却是隐隐的期待。大概半年前，同样是在公布牌的位置，高2下学期中考排名公布时，我以3分之差再次输给了沈清言，这是我第45次输给他。从初1到高2，我没赢过沈清言1次。那时的他看到哭红了眼的我，突然灵机一动，想到方法来安慰我。人群之中，他对我说道：迟晚，如果以后你能考赢我1次，我就答应你的任何要求。我抹了抹眼角的泪水，嘴里含糊不清地问道：真的吗？沈清言呈质问和的目光落在我身上，他点了点头。不知是不是这个眼神带给了我勇气，我竟鬼使神差般将自己激进5年的暗恋公之于众道：如果我考赢了你，毕业后你和我在一起吧。周围翻涌的起哄声中，沈清言含笑看着我应允，一言为定。从此每次考试我都鼓足了劲头，而沈清言也尽力帮助我。我们心照不宣，只差一扇纸窗的距离。然而思绪回收，时隔半年，又是在同学们的起哄声中，我看到的却是一双愤怒又冰冷无比的眼眸。沈清言沉声制止了4周在一起的呼喊声。人群之中，他再次站在我的面前，只是这一次他开口的言语却让我如坠冰窖：我已经有女朋友了，迟晚，那个赌约不过是玩笑，请你不要再故意引导别人。沈清言的话没给我留下1分1毫的脸面，他用最残酷的语句将这扇纸窗揉了个粉碎，方才的期待随之落空。不适时的，我突然想起了沈清言手机里的那个粉色女头，原来一切有迹可循。在同学的议论声中，我借口上厕所落荒而逃，像个小丑一样。那天之后，我主动和班主任申请调换同桌，自此我的暗恋未破土，就已落败。沈清言掉下第一的位置只是一个开始。自那次月考后，他主动要求坐到后排，平日里除了上课发呆，便是低头偷偷玩手机。不过2个月的时间，他从年级第一的位置调到了年级300名开外。也是这些日子里，我听同学聊天提到，沈清言沉迷上一款网络游戏。他在这款游戏里和一个国服摇网恋，翻阅他们的战绩可以看到，凌晨3点2人都还在双排。怪不得他的黑眼圈越来越重，精神也越来越萎靡。我真不清楚沈清言怎么想的，
高三了，竟然突然搞起网恋。他明明是清北的苗子，可这2次月考怕是一本都难。身旁的几个女生唏嘘地感慨道：对呀，而且这个国服瑶好像是个小博主。你们看，是隔壁市的一个中专生，叫陆源。我的目光落在屏幕主页，视频里，沈清妍的游戏角色带着陆源的国服瑶拿下5杀，他回城接陆源，给他让蓝让红让人头，还会在陆源被敌方针对时帮他报复回去。两人互动的无数偏爱与细节尽显在其中。我的眼眸一直落在那个恋人标上，久久回不过神。这样的甜蜜视频已经充斥着整个页面，其中也有一些是两人的聊天记录。终于，我在陆源截屏的聊天界面里看到了那个熟悉的粉色女头像。果然，沈清妍成日里低着头满脸笑意回应的就是陆源。视频下方评论区里满满都是羡慕的话语，把我杀了给你们助助兴，好羡慕陆源姐姐，有钱还有这么厉害帅气的男朋友。听说姐夫还是海市一中的学霸，超级牛的诶，陆源姐姐什么时候给我们看看姐夫？在这条评论下，陆源回复道：这个月25号。我心下一愣，因为这个月的25号是我们高3上学期的期中考第1天，沈清妍缺考了，她用感染甲流的借口，实际是为了和陆源奔现。期中考结束后，我躺在床上看到两人在平台上大秀恩爱。视频里，陆源穿着 JK 制服裙，他左手挽着沈清妍，因为身高差，他并没有入镜。随后镜头转到沈清妍的侧脸，只见那张曾每日出现在我身旁的侧脸，此刻却在屏幕里时，竟有一瞬的恍惚，随之而来的是陆源贴近的一吻。那张棱角分明的侧脸上顿时多了一抹口红印记，突兀而又刺眼。不知为何，我心有预感，那个如明月般清高皎洁的沈清妍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了。我叹了口气，心下却未如先前般的波澜。他的执迷不悟让我恍然醒悟，我爱慕的不是沈清妍这个人，而是他身上的自傲清高。5年了，皆是如此，这是我慕强的本性。而一旦他落入泥潭，显露出庸俗的一面，我会立即从他最忠诚的拥护者变为冷眼旁观的陌路人。沈清妍，你太让人失望了。我微微蹙眉，抬手打算划走这个视频，却不曾想我家猫突然蹭了一下我的右手。只见陆源的粉色女头像下显示了几个字：已关注。我懊恼地立即点了取消，随后抱起我的猫，继续刷起其他视频，并未将这个小插曲放在心上。而高3的假期总是过得很快，不过1日又回到了学校。星期一，期中考成绩公布，我再次拿到了第1。没了沈清妍后，我几乎是稳坐这个位置，毫无悬念。晚自习整理好这次期中考的错题集后，我只身一人准备回家。不过500米的距离，几分钟便到了。可谁知，就在快要走到小区门口时，有几人拦住了我的去路，是陆源和沈清妍，还有他的小跟班。我慢慢放缓脚步，从兜里掏出手机点开录像，随后迟疑地开口问道：有什么事吗？陆源冷哼一声，立即一巴掌狠狠扇在了我的脸上。他的粉色指甲很长，深深嵌在我的皮肤里。火辣辣的疼痛之下，我甚至能感觉到脸颊上已经有了血痕。就是你和清妍的班主任告状的吧？脸颊上剧烈疼痛让我脑袋有一阵的不清醒。告状？哦，应当是他们奔现的事。我思索着，沈清妍拿甲流当借口，和陆源奔现的事与我何干？被人告状了，为何要污蔑在我头上？可还没等我想好，陆源见我毫无反应，怒气更甚。他们伸出手，用尽力气将我推倒。你还想不认账？这个叫婉婉的，难道不是你吗？陆源边骂边把手机放在我的面前。只见我当时无意的关注记录被他截图。我心下反应过来，想来是沈清妍告诉他这个人是我，因为这个平台里我只和沈清妍一个同学互关了。我冷笑一声，对着陆源开口道：就因为我看了你们奔现的视频，所以告状的人是我吗？你们那点破事，我们班里可多人知道了，你为什么要怀疑在我的身上？我轻蔑的抬眸扫过陆源那粉嫩的唇欲妆，最后看向沈清妍。比起陆源，我更鄙视的是他，懦弱又作呕。只见沈清妍一脸淡漠地注视我，眼里带着似有若无的埋怨。一阵轻笑打断我们的互视。装什么呀？阿言都告诉我了，你以前一直暗恋他，他都说只有你的嫌疑最大。都是女生，
你能不能不要那么恬不知耻啊？我得到了阿言，就是我赢了，你还在下面搞这些小动作，要不要脸？掌心撑在地面，有些许碎石子格的饭疼。我慢慢擦了擦手，站起身来。晚间11点的风，带着些凉意灌进一旁的胡同。我没有理会陆源，而是走到沈清言的面前，微扬起头。沈清言，我是暗恋过你，但早在你众目睽睽之下羞辱我后，我就没那个心思了。你说我现在已经不喜欢你了，我怎么会去告状？我当了那么多年的老二，我比任何人都希望你堕落，你不堪，这样就没人抢我的第一了。还有，最后说一句，喜欢过你，是我活这么久做的最恶心的事。细密又冰冷的话语从我嘴中说出，沈清言方才袖手旁观般冷漠的神情，终是有些裂缝。他略微错愕地看向我，眼里除了不可置信，也带着几分怒气。沈清言是谁？从小到大做惯了天之骄子，哪怕如今为爱奋不顾身让人指点，他也自当自己是一副纯爱战神的模样。所以听到我这般的话，到底是刺激了他的自尊心。但这够吗？我抬眸看向陆源，开口道，不过是在网上有几个三观未成型的粉丝，就让你硬气成这样了？找了几个人撑撑场面，就可以随意殴打别人是吧？沈清言这种货色，也就你收拾收拾烂摊子，送给我当题写的，我都不要。下三滥的就该和下三滥的在一起。我眼带讥讽地对着陆源肆意攻击，在我的嗤笑声中，陆源终于爆发，他紧紧拽住我的头发，随后和他的几个姐妹将我再次推倒在地，拳打脚踢接踵而至。我拼命护住头部，上方皆是几人不堪入耳的辱骂和唾弃。千人睡万人骑的婊子，给你装起来了！袁姐大网红是你能比的？国服摇懂吗？几万才能打来的，你家1年能挣到这钱？不就会读点书，装什么呢？我能感受头顶有几处湿润，是他们吐出的口水。半个小时后，一切终于结束。我抱着头的双手渐渐施力松开，想要起身，却感觉十分困难，估计全身都是淤青红肿了。我颤抖着手从口袋里掏出手机，屏幕显示着10几个未接的电话。回拨，爸妈，带我去趟派出所。距离学校不远处就有派出所。立案时，我将手机递给了警察。这个录像有整整40分钟，大部分都是一片昏暗。因为被殴打时，为了避免损坏，我把它放在了口袋里。但还是在最开始录清了沈清言和陆源以及他的小跟班的长相。这个录像几乎成了铁证，你们还可以调取附近的监控。我没有还过一次手，是他们单方面殴打我。我对着警察坦白道。警察看了录像，再看到我的伤情，随后根据我提供的信息，立即开始找人了。我额头上的血还没有止住，此时此刻我的状态并不算好，全身疼痛，甚至膝盖处都不能伸直，但我还是保持清醒，让父母带着我去做伤情鉴定。只要达成轻伤，谁都救不了陆源。髌骨骨折，轻微脑震荡，耳膜穿孔。来巡床的医生对着病床上的我一项一项说着我的具体伤情。当对我嘱咐的差不多时，主治医生一脸心疼地看向我的母亲。孩子怎么伤成这样的？母亲红肿着眼睛，哽咽着开口回应道：被一群女混混打了，他爸已经去学校了解情况了。医生轻轻颔首，叹了口气，看校服市一中的孩子，我家儿子也在那个学校，那么好的高中，怎么会发生这种事？听到这里，向来端庄得体的母亲终是哭了出声来。她嘴里说着，一直说着对不起我，都怪妈妈。原本吵闹的病房也在哭声中渐渐安静。可这事怎么能怪她？我艰难地抬起手，安抚地拍了拍母亲的腿。毕竟是我想要铤而走险。第二天下午，父亲带着几位和我交好的同学来到病房里，他们买了花篮和果篮，一脸担忧地望着病房内。当看到我几乎半边身子都被绑着绷带时，性子软糯的秦晴瞬间哭出了声。婉婉，沈清言那个混蛋怎么能这样？你以前对他多好，他竟然……他哽咽的没能继续说下去，只是站在我的床边抹着眼泪。向来冷静自持的副班长裴恒安慰了他，随后满目隐忍地看向了我。迟晚，你放心，学校肯定会处理好的。我点了点头，算是回应。学校会对这类事件怎么处理，其实我并不抱太大希望。没有参与殴打的沈清言，并不像陆源他们那么好处理。这时，平复情绪的秦晴凑到了我身旁，她轻声说道：婉婉，你知道吗？昨天在学校，
你爸爸揍了沈清言爸爸好几拳，他爸爸一声不敢吭，班主任都没拦着。沈清言倒也真的恶心，他本来一口咬定自己不认识那群打你的女生，说是你自己在校外惹的麻烦，但当你爸爸说出陆源这个名字，他就彻底慌了。听到这里，我挑了挑眉头，他估计以为昨晚光线不好，只要没有监控，就没办法确定打我的人是谁。如果这样，还能替他的小女朋友摆脱罪责。只是他没料到我录了像，还在警方那里立案了，而且如今伤情报告已出，髌骨骨折达成轻伤，我会立即对陆源等人起诉，并且据我所知，陆源比沈清言大了1岁，今年已经19岁了，该受的处罚他一个也不能避免。婉婉、秦晴看着陷入思绪的我，露出几许为难的表情。他似乎想要继续说些什么。怎么了，秦晴？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他拽了拽衣角，有些犹豫，但终是下定决心开口道：婉婉，可以让我拍一下你的伤情鉴定吗？我有些疑惑地看向他的眉眼。伤情鉴定自然是可以给他拍，只是他拿这个有什么用处？可以，但你得告诉我你要用来干嘛？我轻声地问道。秦晴紧张地从口袋里掏出手机，翻了几下，最后在一个页面停留住。他将手机递给我。那个陆源昨天晚上在网上发了你的事，他公开骂你，我替你说话，指出他们殴打你，但没有人相信。我想把这些拍下来发到网上做证据。我的目光落在放于被褥上的手机，映入眼帘的是陆源的那条视频，上面黑底白字写着：海是一中迟晚不要脸的母狗，为了抢我男朋友当小三，故意向校方告状我和男友奔现。紧接着下面贴出了我的证件照，并艾特了我的账号。我藏在被窝里的左手紧握成拳。这些天因为受伤，我一直都在昏睡和休息中，除了接警方的电话外，几乎没有看手机。没想到这个陆源竟然这么快利用网红特权，鼓动粉丝对我进行网暴。视频的下面都是对我的辱骂讨伐，秦晴为我发生的评论在一群污言秽语中显得极为无力。我颤抖着手点进自己的私信后台，已经有上千条的咒骂消息，每一条都不堪入目。一旁一直沉默不语的裴恒借来了手机，看到了这条视频，他蹙了蹙眉头，有些疑惑地说道：告发他们奔现这件事是沈清言母亲做的，今天早上他母亲在办公室亲口承认的，怎么还能污蔑在你头上？裴恒说是他母亲承认自己在沈清言的手机里无意发现孩子早恋，然后看到了2个人奔现的事情，所以向老师反映为何没有管束好沈清言，让他成绩一落千丈。沈清言和陆源奔现的事才被学校知道，所以这对于我而言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无妄之灾。秦晴，帮我把我的书包拿来。我从包里翻出了立案文件以及伤情鉴定，并将当晚他们殴打我的部分录像内容截图。随后我拨打了班主任的电话，我向老班确认了，告诉校方沈清言和陆源奔现的人是沈清言的母亲，而不是我，并向班主任说明我被网暴，需要将这段录音作为证据进行证明。而这时警方打来电话，他们说已对陆源、陈瑶、江雅、沈清言等人进行传唤。随后我向警方索要了一份传唤记录，就此现阶段可以拿出的证据皆已准备好。之后我拿起手机编辑了一条回应视频，针对陆源女士昨晚对我的造谣污蔑，我有以下几点回应。其一，陆源与男友沈清言奔现并非我告状，是沈清言的母亲所为。之后我放上了与班主任的通话记录。其二，我与沈清言只是同学，并非第三者。其三，陆源、陈瑶、江雅等人在10号晚上对我进行了长达30分钟的殴打，我有全程录像、轻伤鉴定以及警方立案与传唤记录，我会依法追究几人的刑事责任。随后我放上作为证据的贴图。其四，陆源女士昨晚的视频涉嫌侵犯我的肖像权以及名誉权，我会依法对她再次提出诉讼。最后，陆源大网红，希望你之后不会求我放过你。嘻嘻，我的视频一经发出，就在网上掀起了轩然大波。完整而又确切的证据，比起陆源的几句煽动性极强的个人言论，要可信服得多。视频浏览量破100万后，原本还在叫嚣不停的陆源粉丝以及跟风路人皆已经哑口无言，只剩下几个心智不成熟的铁粉继续在评论区里发言道：未知全貌不予评价，我们等露露姐的回应。尘埃落地之前不会站队。
虚伪双标的说辞。在证据确凿面前，他们说未知全貌；在栽赃陷害面前，他们却拿起正义的镰刀。看来是只想把我砍得血肉模糊。网上的风向已经渐渐转变，从最开始清一色的支持陆源，到如今几乎全变成对他的指责谩骂。甚至有知情人士站出来说出曾被陆源霸凌过的经历，以及他在校的不良作风和那他才是贯三的事实。也有陆源身边的人贴出聊天记录道，陆源的国服瑶是他网贷打来的，他现在已经逾期很久了，再1个月不还就要被列入失信名单了。不过是2-3天的时间，陆源苦苦经营的17万粉丝只剩下8万，并且他年轻又漂亮的富婆人设也塌得彻底了。我原本没设想过要在网上将这些事情经过贴出，能够将陆源绳之以法才是我最重视的部分。可谁知陆源却习惯了在网上呼风唤雨，引导粉丝操持正义。那我不介意用他惯用的方法，毁掉让他嚣张跋扈的资本。这3天里，游戏圈里的各类博主开始将我和陆源的恩怨稍加润色。国服瑶富婆打标竟是网贷，还带头校园暴力优等生。昔日国服瑶网红富婆因殴打事件恐将入狱，他们将其增加噱头后进行更大范围的传播。稍有些3观的观众以及足够理智的网友都明白，这是一场依赖网红身份欺负素人的道德败坏行径。于是面对陆源的口诛笔伐更上一层楼。可就算是已经到了如此境地，陆源依旧没有出面反驳或是道歉，因为他目前有更麻烦的事要面对。警方传唤了陆源、沈清妍等4人后，面对完整的证据事实，很快江雅、陈瑶就对殴打我的事供认不讳，并指出陆源是这件事的主导者。原本还打算狡辩的陆源，无奈面对朋友的指控，最终只能承认了自己的所作所为。至于沈清妍，因为他并没有动手，警方只能以寻衅滋事将其拘留。没过几天，陆源和他的母亲想要约我调解，我最终决定出面。由于髌骨骨折，我如今的全部出行都需要依靠轮椅。陪同我一起出面调解的，除了父母，还有裴恒。这些日子来，他和秦晴3天2头就往我的病房里跑。原本秦晴想要出面，但最终还是选择了更为稳重的裴恒。他推着我的轮椅慢慢走在石板路上，伴着微风轻声问道：“你会同意和解吗？”我扶在轮椅上的手微微抖动了下，目光落在了打满石膏的腿部，僵硬又冰冷。无论对方给出什么条件，我都要送他进去吃牢饭。裴恒推着轮椅的手微微收紧，他不再言语，似乎是意识到自己问了个多余的问题。调解室里，陆源和他的母亲陆平已经在位置上等待。我微微抬眸，扫视了一眼陆源，只见他穿着一件藕粉色的上衣，头发像是不曾打理般的随意梳在脑后。虽说脸上化过妆，但依旧难掩面容的憔悴。陆源低着头，一副心不在焉的模样，听闻声响看向门口处时，望着我的眼神里依旧满是恨意，但却多了份胆怯。陆源的母亲是个风尘味十足的中年女人，在这样的场合里穿着不合时宜的红紫衣裙。陆平看见我们到来，殷勤地站起身，对着我们鞠躬问好。池婉同学还有池婉的爸爸妈妈，特别感恩你们能来，咱们一块来好好讨论一下。都是女孩子的家长，咱们都明白这是孩子间的小打小闹，怎么还能闹到警察那里去呢？我们大人私下调解商量下，这事不就解决了吗？你们说是吧？陆平边说边将买好的凉茶1人1瓶分到我们跟前。面对他的言语，我们无人应答，甚至我的父亲已经有了隐隐的怒意。他开口道：“陆源母亲，这不是小打小闹，陆源涉嫌刑事犯罪，我们本不愿调解，是池婉愿意出面，才给你们一次机会。”我心下冷笑，愿意出面，不过是想要看看陆源会为了不坐牢，在我面前多么卑躬屈膝。调解？下辈子吧。陆平听到这里，收起了原本的笑意，他尴尬地搓了下手。不过是女孩子之间的打闹，至于说的这么严重吗？而且要不是他抢我女儿的男朋友，会发生？陆平小声地嘟囔着，眉眼里慢慢露出不屑与不耐，他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。我打断他的话，神色严肃地看向他们母女。你们知道拿到我的谅解书是你们最后的希望吗？陆源，如果我不出具谅解书，你将面临3年的牢饭，你知道吧？不想再听你们母女俩对我无端的诬陷，我时间宝贵，如果没什么诚意的话，我就走了。听到3年牢饭的陆平突然神情转变，由方才的不屑变得惶恐。什么3年的牢饭？圆圆，你不是说
就顶多被拘留2、3个月吗？陆源面对这个质问，瑟缩地往回退了几步，但终是再也无法保持冷静。他的谎言被拆穿了。陆源带着哭腔地对着陆平说道：“妈，我怕你知道真相抛弃我了。妈，你别不要我，你让我做什么都行，我不想进监狱，进去3年我真的会废的。”陆源全身颤抖地拽着陆平的衣角，脸上为了提气色的妆容早已哭花。他仿佛是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般，不停地恳求。半晌后，陆平叹了口气说道：“圆圆，不是妈妈不愿意救你，是咱们家实在没什么钱了。妈妈为了你，成天早出晚归，钱都拿给你交学费。你学习不好没关系，但怎么能犯罪？”听到这里，我挑了挑眉，佯装诧异地问道：“陆源姐姐，你不是说你打的那个国服窑就花了几个 W 吗？我以为你们家很有钱呢，所以才来和你调解，没想到竟然是这样。那陆源姐姐，你打国服窑的钱是怎么来的呀？难道不干净？该不会是用什么换的吧？”我的眼神有意无意扫视着他，视线很不礼貌，所以方才话语指代什么，意思明显。听到这里的陆源明显脸色一变，他眼眶含泪，愤恨地怒视着我。正想要开口回怼时，却被陆平拦住。陆平的眼神里满是失望，他似乎也不敢相信自己的孩子拿着自己的钱铺张浪费，甚至还会花几万去打游戏。既然你们没钱，那拿什么来调解？态度也没有道歉的样子。我的语气冰冷，满是不耐。这时，陆平回过身面向我，对着我轮椅的位置扑通跪了下来。他声泪俱下的恳求我：“迟晚同学，陆源他真的错了。但他才刚成年，年龄还小，难免犯错。如果这个时候进去坐牢，他一辈子就毁了。求求你了，放过陆源吧。之后我愿意一辈子给你当牛做马。”我扶在轮椅上的手不耐地动了2下。陆源年龄小，他都19岁了。他带头群殴我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我今年高3？我也背负着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。他凭什么用自己狭隘的脑子去诬陷我，去暴力殴打我？我情绪激动地对着跪在地上的陆平质问道：“若不是现在腿上打着石膏，恐怕我会忍不住往他身上踹上一脚。”他面对我的言语没有反驳，只是神情恐惧地边发抖边落泪。“陆源妈妈，你起来，要跪也不是你跪。”我长舒一口气，调整了情绪，随后目光阴冷地直视着陆源。这张脸，几天前还在我的面前张牙舞爪、嚣张跋扈，现在却一脸哀求。陆源终是像一个泄了气的气球，面对我的要求，他本能恐惧地对着我缓缓跪下。“迟晚，对不起，之前是我太冲动，求你同意谅解。我可以和沈清言分手，把他给你。”听到沈清言，我的双手不自觉地握紧。他不提这个名字还好，一提我更是火冒三丈。我嗤笑着回应道：“你到现在还能提到沈清言？他算个什么东西？你又是什么东西？来，陆源，我问你，你告诉我，婊子是谁？”陆源微微低下头，紧咬着嘴唇，一直不肯开口，直到身后的陆平推了他一下。“那贱人是谁？”“也是我。”“那小三是谁？”“全是我。”听到这里，我终是笑出了声。空旷的调解室里顿时满是我嘲讽的笑声，但不足几秒便敛去了。我回头看向裴恒，神情倦怠地开口道：“走吧，没意思了，一只丧家犬。”当裴恒推着我走出10米开外，陆源母女终于反应过来，身后传来他们的叫喊声。他们明白了，今天这一切不过是我对他们的一场嘲弄，而这对母女本想追赶上来，却被我的父母制止。第二天，我将调解失败的消息传给了陆源，亲手踩灭了他最后一丝希望。随后的日子里，我因为伤情较为严重，大致需要2个月才能出院。为了避免落下课程，裴恒专门向老师提出申请，将每天课程的重要内容进行录像，放学后带给我。好在我的基础很好，并没有因为住院而过多影响学习。而这样的生活进行了1周后，我的病房里来了一个不速之客，是沈清言。他手拿着一束康乃馨，白色的花瓣，花瓣边缘是粉色的，可以看得出来是精心挑选过的。我对他的出现并没有过多意外。见到沈清言的裴恒，原本平和的表情瞬间变得严肃。他放下手里笔记本，戒备地开口道：“你来这里做什么？”沈清言有些局促地站在门口，眼神不安扫过裴恒后，目光落在了我的身上。“我可以找迟晚说会话吗？”“不会太久。”听到这里，我无奈地叹了口气。
随后示意裴恒先出去一下。沈清言将手上的花束放在我一旁的椅子上，将果篮放在了床头柜。我见此，不悦地皱起眉头。这些一会你走的时候都带出去吧。我不需要。他没有回应，只是沉默地看着角落里已经枯萎的花束。你有什么事，直接说吧。沈清言收回目光，葱白的手指摸了摸鼻尖，这是他紧张的表现。迟晚，我很抱歉。他想要继续开口说些什么，却哽在喉咙里，没能开口。我抬眸看向他有些发红的眼眶，一种不适感从心底油然而生。我的情绪渐渐难以压制。准确而言，在看到沈清言的第一眼，我就冲动地想要上去对他左右开弓。这种愤怒和恨意不仅是精神上的，更是生理上的。我远比我想象的更加恨他。我情绪激动地质问道：道歉？沈清言，你为了什么道歉？是为无端误会诬陷我是告密者道歉，还是为陆源他们殴打我半个小时，你袖手旁观半个小时来道歉？亦或者是在证据确凿的前一秒，你依旧在帮陆源开脱法律罪责道歉？也许我都没猜对，你可能是为了接下来要帮陆源求情而提前向我道歉吧。我拿着保温杯的手剧烈颤抖，热气氤氲在我眼前，有几滴水从杯子口落到了被褥之上，留下了水渍。片刻后，沈清言眼含愧疚的沉声开口道：对不起，迟晚，我知道我说这些已经晚了。为了表示歉意，我愿意承担你在医院的所有费用。至于陆源，确实，我作为他男朋友，这些事我有很大的责任。但他真的罪不至此，你可以开个价吗？我愿意帮他出和解的费用。听及此，我有些扫兴地摆了摆手。100万、200万，甚至更多，你们沈家都拿得出来吧？但我要吗？沈清言，别白费力气了。今天就算是天王老子来，我都不可能放过陆源。他少吃1天牢饭，我都要继续起诉他。我激烈的情绪和笃定的言语让沈清言有一瞬的呆愣，他渐渐面露些许恐慌与急促，好似我拒绝和解，下一秒需要进3年监狱的是他。我审视着沈清言的反应，哪怕他再怎么好言相劝，我嘴中一直不松口。迟晚，我们认识这么多年了，就算这段时间我确实做了很多错事，但能不能看在过去的交情上，答应和解？你不会有任何损失，还会得到一大笔赔偿款。为什么不能好好考虑一下呢？我疲惫地扶了扶额头，盖上保温杯，眼神里带着困惑。随后开口询问道：沈清言，你就那么爱陆源吗？爱到不惜花费几百万来证明你不过几个月的感情？听到我的询问，他焦急眉眼突然变得冷淡，甚至隐约还看到一抹怨恨。半晌后，沈清言回应道：是的，爱。我轻笑了2声，对着他说：那可能要让你失望了，你走吧，我不可能会出具谅解书，多少钱都不会。我背过身去，目光看着窗外，对沈清言的话彻底置若罔闻。10几分钟后，他终于放弃了。沈清言不告而别，而放在一旁的康乃馨也没有被拿走。裴恒敲门走了进来，他看见康乃馨时，眼里闪过一丝嫌恶，将其放在地上，随后自己坐在了椅子上。沈清言和你说了什么？我拿起橡皮筋，重新理了一下碎发。没说什么，不过是为了陆源求情罢了。他说他愿意帮陆源出和解费，我拒绝了。裴恒沉吟了片刻，点了点头。我有些憔悴地倚靠在病床，微微闭着眼眸休息。不知为何，一闭眼，脑海里就回放着沈清言那个仇恨的眼神，那个他回应我爱不爱陆源时的眼神。相爱的2个人怎么会有这样的情绪？真是奇怪。后续沈清言来找过我很多次，越来越频繁，也越来越焦急。除了线下，在线上他也开始经常打扰我，每一次情绪都极不稳定，像个随时会发疯的疯子。除了用钱财，他甚至开始用其他奇怪的方式。沈清言说，如果我还喜欢他，他可以立刻和我在一起。他说，为了我，他还会继续努力学习，和我考上一个大学。如果我在医院无聊，想要打游戏找人陪，他可以随叫随到。我看到这些消息时，刚刚将期末考的试卷复盘完，原本还在欣喜自己考出的成绩理想，但这好心情在看到沈清言的消息后，瞬间荡然无存。我没有任何犹豫地将沈清言拉黑。本来留着他的联系方式，是因为他知道我的病房位置，如果线上拉黑他，我担心会引来他线下更疯狂地骚扰。现如今已经不想顾上那么多了。可让人出乎意料的是，我拉黑沈清言后，他并没有如我预料的来到病房里继续打扰我。
反而是消停了半个月。而在新年的前一周，他却又出现了。沈清言穿着一件黑色剪裁精致的大衣，戴着一副无框眼镜，面上血色全无，苍白得很。他神情麻木地倚靠在病房门口，对着房里我说道：“我已经办理退学了。”我挑了挑眉，并没有太过惊讶，因为前2天裴恒和我提起过这件事。他说沈清言回到学校后变老实很多，开始和之前一样好好学习，但不知为何成绩却再也难回到之前的水平，甚至一半都没有，只能勉强维持在年级300名左右。我看着沈清言灵气全无的眼神，心里却隐隐叫好。他越惨我越开心。迟晚，这是我最后一次来见你，之后我便不打扰你了。他哑着嗓音轻声开口道。我抬眸瞥了他一眼，并没有回应。随后沈清言扫视了屋里的所有人，我的爸妈以及裴恒。他有些歉意地开口：“我想单独和你说2句，但屋里人太多了，我可以推着你到外面透透气吗？正好外面天气不错。”他有些紧张的双手交握，眼神却紧盯着我的反应。这一举动让我隐隐有些不安，很古怪。他这段时间的消停很古怪，一直以来疯狂想帮陆源和解的态度也很古怪。但我转过身去，背对着沈清言，看着一脸担忧的裴恒，对着他指了指手腕。随后我同意了沈清言的提议。海城的冬天虽说有10度左右的温度，但到底还是有些冷。我穿着棉服坐在轮椅上，身后推着轮椅的沈清言和我有一句没一句的闲聊着，从最近的课业聊到最近的娱乐八卦。我轻轻和睦，享受着冬日的阳光，洒在身上确实很暖和。不知道走出去多久，路上的行人已经有些稀少了。沈清言突然停止了闲聊，他的声线从刚刚的温润变得阴沉。我立即警觉，交叠在衣袖下的右手轻轻按上了左手手表的按钮。随后沈清言伸手伸进我棉服的口袋，拿走了里面的手机，按了关机。迟晚，其实我也是最近才反应过来，那次我和陆源围堵你，你为何要故意激怒我们呢？按照你的个性，应该好声好气劝住陆源全身而退就好，可其实你从那个时候就设局了吧？你故意激怒脾气那么暴躁的迟晚，就是为了让他们殴打你。你在赌，你在用一顿揍来换那3个女生一起进监狱的可能。他们哪懂这些，到最后还真让你给赌对了。迟晚，你真的好狠啊，对别人对自己都狠。只是我微微仰起头，阳光投射下来，沈清言的五官撞进我的眼眸。他推着我慢慢走到了人工湖旁，边沿的路已经有些陡峭，细碎的石子有些颠簸。我当作没有察觉到危险，轻笑着问道：“说这么多，你后悔吗？”沈清言，他停下了脚步，似乎有些诧异我会问他这个问题。这个问题有些多余了。我后悔到这几个月每个晚上都睡不着。可是有用吗？父母对我失望，同学对我厌弃，就连以前最喜欢我的班主任都对我极为漠视。还有你，我怎么求你，你都像看狗一样看我。我不过是走错了路，为什么好像所有人都无法原谅我？他洋洋洒洒地对着我倾吐了10来分钟，这些日子里遇到的可悲遭遇。他愤恨也很痛苦，说到最后，我甚至能感受到他已经哽咽，棉服上也有些许湿润。只是一切都回不去了。一阵寒风吹来，沈清言慢慢平复了情绪，他继续推着我的轮椅走到湖边。这一次没有犹豫，十分决绝。我有些惊恐地看着湖面。沈清言，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？我现在腿动不了，你推我到湖里去，我必死无疑。你就这么恨我吗？身后传来沈清言疯狂的笑声。迟晚，调解期已经过了，陆源没机会了，我也没机会了。你为什么就是不同意和解呢？明明这样我们几个人都好，这是你逼我。到了下面，你不要恨我。我伸出手想要稳住轮椅，但根本拗不过已经疯狂的沈清言。沈清言，我求你不要执迷不悟，你现在还可以回头。我们认识那么多年了，我从来没有伤害过你，求你看在过去的份上，不要做这么绝的事。只要你不推我下去，今天的一切我都当没有发生过。我的声音已经隐隐带着些许哭腔，沈清言却在此刻露出绝望的笑容。他低语道：“一切都晚了，迟晚，对不起。”身后一阵非常强烈的推背感，我顺着轮椅跌进了冬天的人工湖中。湖水冰冷而又刺骨，我的腿不能动弹，双手拼了命地朝湖岸滑，
却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离岸边越来越远。正当我渐渐脱力时，原本一直无动于衷的沈清言却突然脱掉外衣，跳下湖中。他一把拉住我，想要把我往岸边带过去。我看着满眼恐慌的他，突然觉得这个世界真的荒诞至极。陷入昏迷的最后一秒，我终于看到岸边不远处赶来的裴恒以及警笛声。嫌疑人说，是你的轮椅突然刹车失灵，所以导致你跌到湖中。是这样吗？我扶着刚清醒半日还有些混沌的头脑，慢慢回忆着这半天发生的一切。裴恒说，我昏迷后，沈清言就被带走了。而当时裴恒在看到我手表发的信讯后，立刻报了警，并根据手表定位，马上赶到我的位置。当时的现场，沈清言正拉着往岸边游。回忆至此，我心下冷笑。沈清言果然好手段，估计他是在岸边看到不对后，立刻跳下湖里，想要伪装出救我的假象。毕竟我可不会相信他是突然良心发现。如若不是自打陆源那次出事后，我一直随身带着这个实时定位的手表，今天被拿走手机的我，就是在湖里一个冤魂了。我看着面前神情严肃的警察，正色说道，不是，你是故意推我下去的。他后来跳下湖救我后，并不是为了救我，他一直将我往湖下按，他想要谋杀我。其实当时沈清言确实打算救我，他将我拦紧，一直往湖边带，但我不会说出这个事实。他还将我的手机抢走，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谋杀。而且我回忆起沈清言当时那句，陆源没机会了，我也没机会了，这其中可能和陆源也脱不开关系。而且我怀疑这一场合伙作案，这场谋杀，我怀疑是沈清言和陆源一起做的。警察皱起眉头，你有什么证据吗？我回应道，你可以去查一下这两个人的通话记录，或者其他线上记录。两人是情侣，我和这对情侣有过恩怨，关于陆源和我的案子马上就要一审了，我怀疑他们对我恶意报复。警察点了点头，随即表示会立即展开调查。当我回到病房时，天已经大黑了。裴恒陪在我的身旁，坐在那里帮我削着苹果。我眼睛盯着天花板，轻声开口问道，裴恒，你说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为什么要遭遇这些？冰冷刺骨的湖水进入我身体的时候，我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叫做后悔。我不应该过于自信同意沈清言的请求。在湖水中慢慢脱力的我，甚至开始出现了走马灯。那时我想，我短暂的18年人生里，处处都是果决。我从小就力争第一，对第一以外的位置不屑一顾。突然沈清言出现，让我成了万年老二，我也对他暗生情愫。我以为我终于成了恋爱脑，可当发现他犯错堕落，我内心最真实的反应不是难受，而是觉得没劲。所以即便爱恋多年，我也可以立刻将他抛弃唾弃。至于他人辱我骂我，我必定自损800也要奉还。我为了报复，骨折了受伤了，甚至差点丢了命。劫后余生，我除了后怕，竟然还有一丝兴奋。只是这一切难免完大了。我的父母已经哭了很久了，看着他们痛苦的神情，我第一次开始反思我的做法。裴恒清轻叹了口气，我支持你做的每一步，但前提是保证自己的安全。你没有做错任何事，你是我遇到的最坚强的女生。对于裴恒的话，我勉强微笑回应。他也被我吓得够呛，直到现在眉头都没松开。2日后，警方通报调查结果，确实查到陆源和一个注销的微信号有过联系，而这个注销微信号的实名是个40岁的中年男人，和我并无瓜葛。但在陆源提供的证据下确认，和他进行这段交流的是沈清言本人。不过是沈清言借用了别人的身份，里面的聊天内容除了涉及陆源逼迫沈清言杀我，还涉及到了一场强奸案。陆源多次威胁沈清言，如果不帮助他与我取得和解，他就会将两人发生关系的事实作为证据，报警举报沈清言强奸。被逼无奈的沈清言只能一直来求我，怪不得那段时间他像疯了一样，天天来骚扰我，求着我和陆源和解。我当时就觉得有些异样，却猜不出具体原因。后来调解期过后，失去希望的陆源下了最后通牒，如果沈清言不想办法把我弄死，他就会去起诉沈清言强奸。听到这里，过去的一切沈清言的怪异行为终于有了解释。幸好我留意了那句陆源没机会了，我也没机会了，这才能够把陆源揪出来，甚至还发现两人这么多的犯罪事实。如若没有这些证据，很难不怀疑以我的一面之词，沈清言真的可以就此脱罪。
沈清言被拘留期间，我去见了他一面，他的眼眸里已经完全失去神采。他看见我时，没有多少情绪波动，只是麻木地看着我。沉默了几分钟后，流下了眼泪。迟晚，我跳下去的那一刻，是真的为了救你。如果时间可以倒流，我真的很想平静地和你走过高三。我摇了摇头，叹了口气，不做回应。一切都已经结束了，我们都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在高考成绩下来的那天，关于陆源和沈清言的最终判决也一同下来了。陆源因故意伤人罪以及蓄意杀人未遂或有期徒刑10年，沈清言因强奸罪以及蓄意杀人未遂或有期徒刑10年。后来，在毕业1年后的同学聚会上，同学再次提起了当年的事，有人感慨，有人唏嘘。如果沈清言当时没那么糊涂就好了，那我们学校的清北生就该多加1名。迟晚，裴恒，你们说是吧？我坐在一旁端着酒杯没做回应。裴恒轻声笑了2声，说道：“是他没那福气和迟晚做校友。”我抬眸瞥了他一眼，嘴角微微勾起。去年，我和裴恒一同考进了北大，我的分高了分数线15分，而裴恒却刚好踩线。后来他总是笑着对我感慨道：“这一定是我锲而不舍帮你复习大半年的福报。”要知道，我本来可够不上北大的分数线，只是那时的我一直没能把那句心里话说出口，也没能对裴恒说出一句感谢。微醺之下，我看着坐在我身旁的裴恒也正抬眸看向我，我举杯，轻声对他说道：“遇见你才是我的福报，未来请多指教。”我是紫云，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。